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10玩的霸王，没错，又是久违的10玩体验时间。那这款霸王呢玩起来相当快乐，非常好玩，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的水平了。怎么说呢？就这里提一句啊，大家老师最早知道霸王那个角色是天元之力。对的，我最早知道霸王这个角色是天元之力的玩具。后来我才知道靠，这霸王还不是头领战士。哎呦，天元之力害人不浅啊，他是神力战士啊，倒是能解释一些我的一些认知上的矛盾了。那先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先谈玩具啊。为什么先上来展示这个基地呢？因为我觉得从基地再往载具再往人变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并且把玩体验还挺爽的，而且它的很多玩法实际是基地和载具会多一点。那先说配件现在先不说配件，先说这个基地的玩法。这个基地呢就这么个基地，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坡这个台子，这个台子呢是一个比较蛋疼的地方。虽然说它给了这个凸起凹槽去做结合，但是因为公差的问题导致这个台子它扣不上扣不紧，很松弛，玩起来不是很乐观，就图一乐。然后有一个小车有轮子，这小车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10玩霸王毕竟不是天元之力的嘛，应该是搞的就是当时那个超神之力那会儿的东西。这个车不知道叫啥名字，然后他是能把这个小人放到这个车上面运着玩的，搞得跟那个叫什么来的运尸车猫车赛博坦猫车这一块的这么个玩法。然后这边有一个轮子嘛，这个轮子可以正好扣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平台上面，然后转动这个齿轮，它就可以自己转着玩了。哇，非常爽非常爽。然后侧边的话，这里是有一个机械臂，有驾驶舱，可以把这个打开把神力战士放进去。然后呢，机头这里也是个驾驶舱，我这里面塞了一个小人。然后这个基地形态展示完之后，咱们直接开始变形那变形体验挺棒的我们先变载具。载具形态下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个小车不能收纳到这个空洞里面它这个坦克侧边是有空洞的，收纳不进去，略显遗憾。然后我们就把它都拆下来吧，直接就开始变了。这个基地也没什么太多要介绍的，就是看这个爽。然后中间有个平台有点可动没了。那先变飞机吧，飞机就放在这里，很好变的。这个平台呢是一个插拔，整个玩具就是插拔变形10玩嘛。这平台就捅到这个里面，然后把这个盖板给它盖上，盖进去之后把手臂放下来，然后两边这个机翼翻开，把这个机头捅进去。小人的话是躺在这个里面的，算我们等会儿再展示这个小人别的玩法。神力战士吧，我操，神力战士到底是啥？我对神力战士最大的印象就是人来胸口，对不对？人来车头躺的那个防撞杆，说是保险杠这一块耐撞王说是就怼到这儿这个飞机就搞定了。至于说收纳的话，这个枪是可以收纳到这个下面的，但是因为把枪插到这个下面不是很美观，它是有起落架的，就给你刻画了有这个3个小起落架的，但是你把这个武器插上去之后放到这儿又显得过于凸起，所以我觉得把枪插上去不是很好看。然后坦克的话，把炮管往这边一扣，两边对齐一结合 ，OK， 这个坦克就算是变形完成了。一样的，我们先把这个小人这个神力战士，这两个神力战士怎么分公母还真不好分，到底飞机是公的还是坦克是母的？应该坦克是母的吧，我从上往下看这姐妹波涛汹涌这一块的应该是个母人。然后我把它放到这里，好 OK， 搞定了。至于说为什么不把这个盖板放到侧边，我是觉得放到侧边会影响造型正常来玩是这个样子的，就把这俩玩意儿收纳到这个坦克的侧边。但是兄弟真不好看，所以还是把它拔下来好一点，无所谓嘛，10玩啦，玩个开心就行。好，那这个霸王的载具形态就算是变形完成了。这样坦克细节刻画还是有的，缺点就是没什么可动，然后有一些穿帮的地方。不过鉴于是10玩也没法挑那么多次，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刻画这还是挺认真的，再加上这个贴纸的这个辅助看起来还是很棒的，尤其这个飞机上面这个细节。然后这边两个不知道是卫星还是天线一样的东西，刚刚好这两个小配件放到载具形态下动手的这个位置，挡住了这个空洞，就很爽就很爽。
然后把这个小人那载具形态下的玩法的话，如果要我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这神力战士，这男的叫什么来着？基加还是基隆啊？根本没看，我没看过，我操！我就依稀记得一个叫基嘎，一个叫基隆，反正一对夫妇，说不清楚，想不起来了。有懂得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这个霸王的设定。我光记得天然之力的霸王，我操 ！OK， 扣到这里啊，神力战士扣到这个飞机的给它准备好的凹槽处。如果不是特别这个在乎驾驶舱的话，我甚至觉得这样玩才是最爽的地方啊！填补了这个空洞，强迫症狂喜，说是，只不过因为玩具的毕竟是10玩嘛，公差卡的不是很死，所以小东西老崩飞，就扣到这个缝隙里，它不太好扣。哎呀，好，搞定了，就是这么个玩法啊。那接下来直接变成人形啊，展示一下人形的变形过程。说是变形过程，其实就是插拔变形。我鉴于是10玩，没法要求它什么。但是啊，兄弟，虽然说是插拔变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哪怕官方是吧，就是反正现在我们经典线这一块也算是不是该出霸王了，对不对？什么时候出，兄弟？我需要一个经典线的霸王来把玩。C 级怎么说，兄弟？搞个 C 级的变形不行就搞插拔啊，不要求你一体变形，你就搞点插拔，反正设定就是这么设定，对不对？我想想怎么变来着啊？就这里，就直接把这个盖板给它坦克掰开，盖板插上 ，OK， 往这2条腿一并往那一放，好，下半身变完了，上半身就一拽，然后这个手呢，把这2个小配件给它拆下来，然后机一收，腿往下一翻，好 ，OK， 搞定，两边一插，就是吧？你说这设计挺有意思的，哪怕是插拔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就10玩霸王就一个缺点，就是可动不行。但话又说回来，本来就是10玩玩具嘛，也没法要求说哦，你这个可动一定要做到跟经典线一样，什么腰转啊、平转啊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不跟经典线对标，跟10玩对标，它这个可动也挺着急的。因为这个霸王在人形态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可动，就只有手臂就这样前后摆一摆没了，这甚至还是插拔，就是这个零件带来的这个可动。哦，情商高一点，兄弟们，我们情商高一点，叫复古风尚，说是不过无所谓，哪怕它只有这个手臂上的一个可动和这个腿开合，甚至这个腿开合都不算是可动，就光这个手臂平台的可动，我都觉得玩的挺爽的，确实是好玩爱玩。就这个玩意儿，就我操，玩之前臭鸡巴10玩就给小孩玩的，我这个年龄段不会被这种玩具魅惑的，玩到之后，对的兄弟，这个玩具就是我这个年龄段应该玩的，太对了兄弟，太好玩了，就这种感觉，很蛋疼啊，当然全对。OK， 这人形态的细节刻画，最后看一下这个人形态的细节刻画，脸部呢全靠贴纸，没什么好看的。胸口这里掰开呢，可以把2个神力战士给它捅进去，只不过把神力战士捅进去之后呢，这哥们儿就没什么可动了啊，确实是连这个可动都被剥夺了。如果你想有这个可动的话，还得把这个盖板给它往里面塞。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往里塞这个胸口又塞不上，就很蛋疼。所以图一乐吧，这个玩法也就是图一乐。人形态如果这个小人平常用不到，就还放驾驶舱里面好一点。然后这小车也确实没地方收哦，有地方收。当我没说兄弟，它还真有地方收，我都忘了下面有个凸起凹槽了，我们可以把它扣到这个后背这里啊，刚刚好兄弟，刚刚好。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10玩的霸王就介绍到这了啊，非常优秀的一款这个10玩玩具，可以跟我玩的那个顶天者比一比了。那顶天者那3个真是重量级，那这个霸王呢也不成多让，虽然缺点集中于可动不太行，如果这个玩意可动好一点，就跟经典线的玩具一个可动，我都不敢想啊，吹上天兄弟，吹上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玩意确实挺贵的，目前我看了一下闲鱼上面这一个屌东西150块钱，全新好像150，二手不知道能便宜多少，就挺贵的。那 OK 兄弟们，今天这一期10玩就体验到这里啦，喜欢的观众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